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授予4次提名终于得奖的易烊千玺。首先还是要再次的恭喜千玺成为了新晋的金鸡奖最佳男主角。那天你还记得在圆桌的时候你写的那个问题吗？如果不拍电影，你去做什么？很想问问你，如果不拍电影，你去做什么？烧陶。烧陶。我其实除了电影以外，最多的时间就是跟泥巴相处上。毕赣导演有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千玺发去祝贺的问候？第一时间我们分享了这份快乐。对，我们在私底下有个契约，然后这个契约很显然我们就很开心。22号，我的新电影《狂野时代》要上映了，毕赣导演的，它是一部很美的电影。希望大家去电影院观看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得百花奖的时候，得完你说忘了推荐自己的新片了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勇气哈。这一次是不是提前就把《狂野时代》列在了如果说你要发表感言的时候一定要说的话当中？是的，有自己幻想过这个画面，如果得奖的话，最后带一嘴这个新电影，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关于梦境的片子。我要听见你的声音。我愿意让这个世界安静下来。以前您看过千玺的一些作品吗？少年的你，还有我看过千玺演的一部剧《长安12时辰》。那时候对千玺的印象，首先感觉小啊，年纪特别小。在电影的拍摄时期里面，我觉得千玺也在随着这个角色跨越这一个世纪的过程里面，整个的心理和整个的人也在变得越来越成熟。你觉得自己算是够成熟的吗？我是属于对外，比如说进入工作环境的时候，一开始紧张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会容易被大家觉得说啊很老成、很沉默。但其实我私底下就是一个很二了吧唧的一个就很随便的一个男孩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千玺真的是不断的挑战自己。这次是5段故事，每一个在表演上都有着非常大的难度。真正这样妆造上之后，其实对于你的表演来说，难度是加倍的，会比较难适应。戴上整个头套之后，你里面需要动很大，然后它可能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新的体验。千玺是从小学舞蹈嘛，所以你的肢体是有天然的这种优势的。你在这个佝偻着背的那个幅度，大概得到什么程度？其实那会儿，先是做3D 扫描，我先大概勾了一个大概的程度，那个背的弧度它已经是固定死的了，就我必须得是按那个一直在做那个程度里面，80多将近90度吧，因为它还有重量。然后我们在试妆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本身这个负重也是表演的一个支点，所以也在调整里面那个重量。因为今天天气冷不好，一些丝嘛。最后这段的触觉上的故事，那就关乎了这个长达30多分钟的这个长镜头。千玺一开始知道要拍这个长镜头的时候，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和心理建设？那个是最后一段拍摄了，我就已经不抱着什么特别预想什么，反正就到现场去玩，边玩边碰撞给磨出来。玩得过瘾吗？对，很过瘾。就是比较担心说，如果每一次排练都很全情投入、很努力的去演这个角色，可能到真正实拍那几天，可能就累了，就麻了。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共识，就觉得我们可以在排练里面很理性的去讨论里面的每一场戏，但是进入实拍一定要少，所有人的力气就那3下，
打完就没有了。而且这五感其实是这部电影最特别之处。希望通过这5个故事能够调动观众的不同的感官，结合上自己的人生经历。那么这5感您怎么样来分布在影片当中的一个格局？其实它很天然的像拼一个魔方一样，怪物的最初的开始，它跟视觉相关，因为它在默片的时期，它跟电影的每个周期刚好就对应上，只是在了味觉和嗅觉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些调整，其他的每个感官就瞬间我们就对应上去了。这个电影的英文片名就是重生的意思哈。导演您怎么样去赋予它更多的含义给我们的观众？因为我感觉现代的大家好像对做梦这件事情的感受越来越弱，做梦就代表了我们复杂经验的理解越来越弱，所以我们希望整个团队包括演员，我们一起通过跨越时间的长河，抵达到最后的时刻，其实希望大家找回那些复杂生命经验、复杂的重要的生命当中人和人的关系的那种感受。就像我每一个角色、每一个单元，它都在经历不同的新生、不同的新经验、不同的成长，但最后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重生是抛弃这副躯体，进入到下一个世纪，一个我们也未知的未来。我身体里真的有一种声音，我不想让它被别人听见。带我出去。他终于明白了，离魂者执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今年也是我们世界电影的130周年，中国电影120周年，有怎样您对电影的深情的告白吗？我觉得恰恰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电影的历史的节点，我们用电影的语言当做一个世界性的语言，讲述不只是电影的故事，讲述的是跨越整个漫长的一个世纪寻找梦的故事。因为电影和梦是直接相关的，所以这个电影表面上是一个关于电影的一个周期的故事，实际上是想通过电影的语言去触及到人们心灵的故事。这部电影最后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很浪漫的，人来人往，岁月更迭，但是电影是永恒的，所以活在电影里的人是很幸福的。也希望每位观众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受，当然也跟随着千玺，跟随着导演踏上这样一段充满了五感的一段旅程。一个电影怪物的5次重生之旅，如果很通俗的给普罗大众讲的话，可能就是让大家引起好奇心的这么一个故事吧。希望大家能有时间，有很好的一个状态，在电影院里面，我们能这样做心灵的交流。